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這一款可以算是我今年很期待的產品之一了。迷你特工隊的暴龍戰旋王，之前在韓版玩具推出的時候就饞得不行的，現在國代版也終於來了。主要它的顏色搭配挺討喜的，白藍紅這種顏色的主色調，再配以一些金色的零件點綴。很可惜金色的零件並沒有上漆，這上面也能發現一些水紋。但作為一個兒童玩具來說，尤其面對這樣的售價，還有什麼可挑的呢？而且這一回的設定，一輛汽車配個恐龍，這個就很電影味嘛。別看這輛汽車不大，拿起來還是很有分量的啊。零件很厚實，上面的造型細節刻畫的，其實塗裝並沒有做特別的多，主要大部分還是用真實的零件来作為色彩的区分。樣子也很帥氣，前方这裡還有像是牙齒一樣的刻畫，很漂亮。推車滾動也是比較絲滑的，底盘不会蹭到。这個恐龍的形態也是非常不錯的一個仿生造型哦，樣子還是挺好看的，尤其豆芽小朋友相當喜歡這個可以張開嘴巴、大牙齒吞噬的感覺。脖子的活動範圍還是非常大的，而且下方的這一段變形關節，齒輪也有2檔，可以輔助脖子。前肢這裡，哎，這小關節範圍還不錯。人形的腿部變成的後肢，所以這裡的活動範圍也沒問題。全部都是齒輪關節，這嘎嘣的，哈哈，爽着吧！背炮和大劍這樣組合出來的，也算是那種一體收納的，變形成了身體的一部分啊，很棒，我很喜歡這樣的設計。用料材質非常的厚實啊，不到200塊錢，這麼大個啊！全身的齒輪關節，料子又這麼的舒服啊！要什麼？想一想，如今的變形金剛動輒好幾百塊的，你看看這。然後咱們準備開始變形。首先把它的尾巴拆下來，這裡邊拳頭握着2個背炮和大劍中間連接的扣子撥開，長的這一根是插在掌心裡的，小的這一個插在手腕邊緣的扣子上，打開。大腳這裡腳踝往前撥2個齒輪關節，讓出來這一塊，把膝蓋旋轉180度，大龍爪子放到這兒，腳後跟順着這裡邊掰出來它，旋轉180度，胯部和膝蓋的位置掰直，另外的一邊先往後拉，讓開這一塊，旋轉上去。哎呀！各種的變形關節都是齒輪，真的好聽，而且很酸爽，很過癮，就喜歡這種感覺啊！2條腿都變到位之後，大胯這裡是一個雙段的齒輪關節，我們把它折下來，繼續往上，龍形的前肢貼放在肩膀的2側，肚子這一塊左右的扣點打開，跟後邊的這個小插扣結合，變成擴開的胸甲。嘴巴閉合，順着黑色的零件整個下翻，這裡也是齒輪關節。腦門上的這一塊造型是它裡邊內嵌的頭盔。接着脖子的這一檔根部有一個伸縮的滑道，我們把它推回去，順着上方這裡掀起來這塊蓋子，雙段關節蓋在霸王龍的頭頂上，按造型把這裡扣合，變成了胸甲的部分。翻到後背來，拆開肩膀和小臂連接的扣點，180度延展，鎖定，立起來2個肩膀的爪子，這裡邊也是齒輪關節啊。胳膊扭正，這個地方也帶啊。掏出這輛小車，紅色的這一塊，通過雙段關節拉起來，擺成這樣斜着的角度就好。後方這裡左右打開扣點，雙段關節搓成斜着的造型，張開。翻個180度，順着這一塊，把這個小頭翻出來，斜方向插到身體裡面。後邊這兒還有一個凹槽，跟紅色的邊緣嵌合。頭盔裡面翻出面部，這根刺立起來，插在原先的臉上。這一套代理下來以後，做了2個版本啊。大的這一個豪華版，頭上的這個刺是可以活動的。小的那一套酷玩版，把這個地方省略掉了啊，因為也是太細了，没有辦法做細節。好多朋友說這個地方挺容易斷的，就是把玩的時候小心一些吧。
造型非常的漂亮，这个头雕做的真好看，并且肩膀后方这些造型，火炮，还有尖头的2个龙爪的前肢，胸口这里巨大的霸王龙头。武器有几种玩法，大剑可以顺着腿部侧面的扣子挂上，握在手里的时候，这里有2个超大的扣子，把它嵌进去。这样就抓取的非常稳定了，然后再把这4个指头掰上，这一回单独的手指是可以活动的。来一个很大张的一刀流造型，这2个武器打開下方的握把，拉長炮管，也可以握在手上。雙槍的造型也非常的不錯。據巴里跟我說，韓版原先的這個地方會很鬆啊，特別容易掉下來。國代版本這個插的還是挺緊的。基本上沒啥問題。最後掏出這個合金的聖龍徽章，酷玩版本好像是個塑料的，這個豪華版大鐵疙瘩，掰開後邊這一塊插進去，插的還特別緊，扣合。我該說不說，這個人形的樣子確實非常的漂亮，身材的比例特別的協調，而且這個紅藍的搭配效果就很正義的一種感覺。整體全身的用料材質特別的棒啊，再加上齒輪關節叮當作響，哇，這才是完全應該有的素質嘛，對不對？2個形態保證的都很不錯，很不錯。在變形的過程中，其實也能感受到這一款的設計元素其實還是非常先進的一些理念，用到了很少的步驟，但處理出來的2個形態的效果兼容性特別的好。頭部的球形關節360度旋轉，點頭抬頭有一定的幅度。肩膀的活動範圍360度，齒輪關節非常的爽脆。平舉的話，這裡也是可以舉到90度拉平。二頭肌齒輪關節旋轉。肘關節雖然只有1段，但是屈起來也能達到135左右。手腕沒有旋轉，獨立的4指打開，哎，終於把指頭分開了。腰部旋轉360度，齒輪關節非常的舒爽。同時這裡還有獨立的彎腰關節，雖然只有1道，至少它做了。裙甲打開，前踢大概70-80度，後踢60度左右，側抬也是個70-80度的樣子啊，畢竟這一塊腿部的造型還是非常粗壯的，會有點影響可動。左右旋轉的關節坐在了大腿上，360度齒輪的聲音特別的舒爽。膝蓋關節巨大的齒輪折起來90度沒有問題。腳踝整腳的左右接地，這地方也做了齒輪，前後活動。哇！對於像我這種玩慣了變形金剛、被海之寶偷成本洗禮過的人啊，玩到了這一套暴龍戰旋王的時候，真的哇，這就是我的夢中情機嘛，太好看了。我們把這2個摘掉，胳膊擰一下，脫開，背到後面去。這套暴龍戰旋王是可以進行合體的，肩膀這裡翻出來這個合體的組合關節。哎，之前還覺得重軌巨神這個角色帶這麼2個大爪子，感覺太怪了，是不是？哎，但是搭配在這一款身上就沒有任何的違和感了。暴龍秒變鐮刀龍，哇，兄台，借你的胳膊一用，還挺搭的，你別說，顏色了，包括整個的一個形狀搭配，畢竟是同一個工作室的產品吧，設計的東西也都是兼容的，畫風甚至都很像。很可惜的是，這一塊的肩膀滑下去以後，並沒有鎖定感了，而且這個尺寸稍微的要大一圈。而作為同系列的產品，戰警王的這倆胳膊裝上去以後，這個扣的會更加的結實啊，甚至在肩關節鎖定時候的這個凸點的感覺都是完美契合的。尺寸方面來比，其實它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大，它比重軌巨神還要稍微的矮一些。也是這3個放在一起同框的時候，讓我不禁的感慨呀。去年在做年終總結的時候，我把超級戰警王放成了年度最佳的原創玩具，我覺得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不論從各個方面的素質來說，它都是我心目中去年的最佳原創。但是今年啊，我就有點猶豫了。一開始玩到重軌巨神的時候，也是驚為天人，已經內定了它就是今年的最佳原創。但是呢，沒想到今年國代版本的暴龍戰旋王也出來的時候，
這2個在一起就有一點难分伯仲。如果從變形設計方面來講的話，我覺得重軌巨神它的一些變形，包括它的合體邏輯会更加的出彩吧。但造型方面，这2款可以說是各有優勢。雖然同為神勇工作室的作品，但畢竟分了2部動畫，要把性價比的元素考慮在內的話，驚奇和銳我覺得還是要比展高稍微的良心一些。不到200塊的一個售價呀，你想象一下這個東西，哇，如果放到炫卡鬥士這邊，怎麼也得400-500塊。如果說炫卡鬥士的系列它致敬的是勇者元素的話，我覺得迷你特工队更多的像是那種戰隊系列吧，包括它之前戰警王的這種5個成員的合體。而且這一次的暴龙戰旋王，它主打的玩法也是用各種的恐龍組合上去。翻回来在，我個人其實並不太喜歡這一套的組合形態啊，感覺那些龍都做了一半，哪怕你那幾個成員做成整體的龍組合上去形態也好。現在每一個成员都跟剁椒魚頭似的掛一身啊，而且組合完的樣子，其實我覺得就偏臃腫了，不會像現在這麼比例協調秀氣吧。所以我個人是不考慮買其他的這些合體成員的，就單這個主體现在我已經很滿足了。還好現在還有一段的時間容我好好的思量一下。不過這一款的性價比確實為它抬升了不少的分數啊，相當精彩，相當驚喜，相當好玩，相當實誠的一套玩具，真的是強烈推薦。就算你玩與不玩變形金剛，都無法掩蓋它是一款非常棒的玩具的事實。而如果你是變形金剛走過來的玩家，你會感嘆這一套產品它各方面的素質優秀，以及非常親民貼心的價格。其實我今年還看上了一套恐龍的合體，也是迷你特工隊這邊的，但是那5個恐龍吧，雖然現在國代版也有啊，還沒有下手的衝動感，因為顏色配起來其實沒有這個暴龍戰旋王搭配的這麼合適，就感覺那個太過鮮豔了一些，有些花裡胡哨的。所以我也是在等啊，看一看國代版本到時候會不會像戰警王這個樣子給它推出黑金的配色。如果那套5龍的合體能把顏色統一下來的話，那我會毫不猶豫的下手。再想想，最好能塗一個純灰色，然後用黃色或者就這種金色的，哪怕帶水紋的零件去點綴一下，然後再把那個翼翅龍換成劍龍，是不是就更棒了？還干龍焰王，還干修羅王，什麼事兒？也是希望展高你學學人家驚奇和銳，是不是？東西是差不多的東西，怎麼價格差出來1倍還多呢？那也是非常推薦大家去嘗試一下這個系列，價格並不貴，你隨便領個券的話，我這個也就是地區券，我隨便點了一下，194塊，可能現在網上邊最便宜的有170左右就拿下這一套的。所以呢，你用一個現在官方D級別的價格感受一下不同 IP 的魅力，再加上它的實際素質真的不差，甚至你都認為它相當棒的時候，這種腦內分泌的多巴胺的快樂感充斥着你的身體，哇，這個太滿足了哇！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的迷你特工队暴龍戰旋王做得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